Hello，我是 BB，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8种很容易心想事成的人哦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心想事成是我们每个人出生下来的原厂设定。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很强大的显化能力，我们其实都有心想事成的能力哦。那个是我们的原厂设定。我们其实不需要特别学习显化，因为我们每分每秒都在显化我们的人生。显化是我们自然而然的状态。心想事成也是我们本来应该的样子，但是因为从小到大，其实没有人会特别跟我们讲这件事情，学校没教，老师没教，家长也没教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有显化的能力，我们都以为我们只是很普通的人。越长越大之后，经过社会的洗礼，我们渐渐的会吸收到一些负面的资讯，就好像在我们的灵魂上面盖了一层灰，一层厚厚的灰尘一样。这会让我们的显化能力变得比较弱，就没有办法马上显化我们要的东西了，心想事成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弱了。所以第一种很容易心想事成的人，就是还没有满18岁的小朋友们。未满18岁的小朋友生活是比较单纯的，可能就是家庭跟学校来回跑，还有去补习班。他们的心态呢就会比较单纯，可能也不会看太多负面的电视节目，因为家长会限制他们看电视的时间嘛，所以就比较不会接收到太多负面的讯息，也比较容易相信一些大人不相信的事情。我曾经有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美国有个女生叫做 Cynthia Hicks， 她在16岁的生日当天中了乐透320万美元，将近1亿台币。她的故事是这样子，在她小时候，爸爸常常都会说，等到你16岁生日，我就买一台车给你。因为美国人在16岁就可以得到驾照了，也有很多家长会买车子给小孩当做礼物，所以他从小就很期待16岁的到来。可是没想到在16岁的前2个月，他爸爸突然又说不能够买车给你了，因为家里经济不太好。他非常非常失望，非常难过。他妈妈看到小孩子这么难过，也很舍不得，就跟他说，欣欣没关系，我有个办法，我们一定会在你16岁生日当天中乐透的。Cynthia 一听就很开心，哈，我们会中乐透吗？太棒了！他完全相信他妈妈讲的话。他说那时候年纪还小，所以妈妈讲什么话就直接相信了，根本就没有怀疑。他跟他妈妈就每天晚上都会再祷告一次，祷告让自己16岁生日的时候会中乐透。他们非常虔诚的祷告了2个月。Cynthia 也深深的相信自己一定会中乐透，就算那时候旁边的同学有点嘲笑他，觉得他16岁不可能有车子的，他也不管别人，他就觉得说，反正我一定会中乐透，你们等着看吧。在16岁生日当天，他们真的去买了彩券，而且是很轻松的选号码。他们没有任何的怀疑，他们是完全相信自己会中，所以选号码的时候也是非常轻松的，并不会紧张或担心。在晚上开奖的时候，电视上的号码真的就是他买的号码，他们真的中了320万美元，是当时的头奖。后来有了那笔钱，他爸爸就真的买车给他了，当做16岁的生日礼物。这故事我在这支影片有比较详细的解释，可以再去看一下哦。所以这边的重点就是未满18岁的小朋友其实是比较容易相信一些大人可能不会相信的事情，所以就很容易心想事成，还有显化成功哦。第二种比较容易心想事成的人，就是思想单纯的大人。如果你已经超过18岁了，可是你的思想还是像小朋友一样的话呢，你就是属于思想比较单纯的大人，也比较容易心想事成哦。这边的单纯是一种称赞的意思，不是贬义的意思哦。每天的出入场所都很单纯，就是家里跟公司来回跑，回到家也是做一些很单纯的事情，而且还有一点童心未泯，像个小朋友一样。还有你的外表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年轻，你可能已经30-40岁了，但是还是会有人觉得你很像学生，很年轻。那是因为你的心态很年轻，所以你的外表就会比较年轻相由心生嘛。这样子单纯的大人其实就比较容易心想事成哦。第3种人就是比较 open mind 的人，你比较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想法，各种不同的概念，你会比较 open mind 的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， anything is possible。 你可能也会相信外星人的存在，或是一些比较神秘的事件，因为你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，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。这样子你也会比较容易相信自己的愿望会成真，脑袋中也比较不会有太多负面的念头，怀疑的念头。如果说你许了一个愿望，你就不会马上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念头把它 cancel 掉，因为一般人他没有办法心想事成，就是因为他一许愿之后
马上就开始觉得，哎呀，怎么可能会发生呢？不可能啦，他一定不会喜欢我的啦。所以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心想事成，就是因为一个想法出来，马上就会把它 cancel 掉了。再来这种很容易心想事成的人，就是热恋中的人。有一句话是台语的，但我不太会念，好像叫做“娶某前生囝后”，他意思就是说，在娶完老婆，然后到生孩子中间，都会非常的幸运。其实那是因为热恋的人就是会很幸运，很容易心想事成。你热恋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想一些很开心的事情，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会小鹿乱撞的，活蹦乱跳的，你频率会超级高，因为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频率。热恋中的人每天都是泡在爱的频率里面，所以频率超级高，就很容易心想事成，显化成功。所以只要你是热恋中或者是刚结婚的新婚夫妻，还在蜜月期的夫妻，都会非常非常的幸运。下一种人就是非常热爱工作的人，或者是有一个很热爱的兴趣的人。我们刚才有说，爱就是宇宙中最高的频率，最强大的频率。它不只是适用在爱一个人身上，你也可以爱一件事情，爱你的工作，爱你的兴趣。热爱人生也是爱。当你真的很热爱你的生活的时候，你也会在很高的频率，就是像热恋一样的频率，你每天都会过得非常开心。你是那种每天都会迫不及待要早起开启这一天的那种人吗？有一些人他真的会非常非常早起，因为他就是很想要赶快开始新的一天，因为他的每一天都太幸福太开心了。他可能有自己非常热爱的工作，这种人也是在爱的频率里面哦，所以也非常容易显化成真，心想事成。再来这一种就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人。活在自己世界的人通常不太会在意外界在干什么，好像一切都不关我的事情。对别人来说，你会有一点神秘感，有一点距离感，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，或者是会觉得你有点奇怪。那没关系，反正你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你很开心就可以了。你也比较不会听外面的人在讲什么，你比较不容易被牵着走，你比较有自己的想法。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呢，也很容易自得其乐，所以很容易心想事成哦。下一种人就是有一点自恋的人。自恋就是喜欢自己，爱自己嘛。对啦，应该要讲爱自己的人，因为爱自己也是爱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来爱，其实是非常棒的。那爱就是非常高的频率，所以如果你很爱自己，对自己非常有自信，甚至别人会觉得你有一点自恋的话呢，其实你会非常容易心想事成哦。还有一种就是非常乐观的人，有一些人天生就是乐观主义者。他真的不会去担心一些事情，害怕一些事情，他非常的活在当下，也不会去懊悔过去，他不会一直去想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很懊悔，他就是很活在当下，非常的乐观。因为他会觉得能改变的事情就不用担心了嘛，那不能改变的事情担心也没用所以他会非常乐观，总是笑眯眯的。他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吸引力法则，也没有听过显化，可是他总是在显化他想要的东西，非常容易心想事成。以上这几种，你有没有符合哪一些呢？如果你说你已经长大成人，思想也不单纯，也不 open mind， 也没有在热恋中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还是有方法的。你可以先写感恩日记，每天写下10件你感谢的事情，去训练你自己活在爱的频率里面。感谢跟爱一样，都是非常高的频率。时常写感恩日记，也会让你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容易心想事成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或者是喜欢我的话，就一定要订阅我哦，这样子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咯。那刚刚讲的中乐透影片在这边可以去看一下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